短短24年就遭遇了9次6级以上的强地震。土耳其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为何会频发地震？难道土耳其的地理位置真有这么差吗？今天我们就一起看看土耳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土耳其大约有 42% 的国土面积处在活跃地震带上，这也就造就了土耳其的地质结构不稳定。土耳其的南侧是阿拉伯板块，西面是非洲板块，两个板块向北推进，和北面的亚欧板块碰撞，所以就导致地震频发。在土耳其的境内有2条主干左旋走滑断裂带，分别是东安纳托利亚断裂带和北安纳托利亚断裂带。2条断裂带在土耳其的东部地区相交汇，而这次的地震就发生在阿拉伯板块与亚欧板块的边界东安纳托利亚断裂带。这次的地震也对土耳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土耳其位置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地震带上，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处于亚欧大陆的交界处。土耳其在亚洲的面积占比约 97%， 只有不到 3% 的面积处于欧洲地区。但土耳其由于紧邻欧洲，在历史上也和欧洲有些各种复杂的关系，比如曾经的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拜占庭帝国都是以土耳其为中心，所以土耳其一直自视为一个欧洲国家。也正是因为土耳其处于亚欧交界处，而且三面环海，所以土耳其拥有极其重要的航运价值和军事价值。在航运上，土耳其有被称为天下咽喉的土耳其海峡，它包括了北侧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南侧的达达尼尔海峡，它也是沟通黑海和地中海的唯一通道，是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乌克兰等国的唯一出海口。如果你对这个海峡还是陌生，那说起瓦良格号航母你应该就清楚了。作为辽宁舰的前身，当时瓦良格号航母就是从黑海出发前往我国，也就是在这个海峡不允许通过而滞留了1年半之久。后来由土耳其的冤家希腊出面做担保，从而为我国免去了10亿美元的费用。土耳其海峡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因素是它的军事价值，它是北非、西亚和南欧通往黑海的咽喉，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一直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土耳其虽然处于地震带上，地理位置并不好，但上帝给他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给他开了一扇窗。